欢迎回来。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0周年，这30年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30年，也是亚太经济合作不断扩展的30年。亚太成为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始终位于世界经济发展前沿，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地区人民福祉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要推进落实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还指出，开放是亚太合作的生命线，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融合而不脱钩，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融合而不脱钩。那么您对此有何心得体会吗？是的，陈倩。那么关于这一次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呢，习近平主席上周在与会议的东道国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通话时说得非常明确，期望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为亚太地区抗击新冠疫情、推动经济复苏、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注入努力。那么就这4方面的目标，习近平在前一天举行的工商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已经提出了4点倡议，来就此破题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那今天在面对 APEC 其他成员体的领导人的这一篇重磅讲话中呢，习近平的政策阐释更加深入透彻，愿景描述也更加激动人心。习近平强调指出，亚太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始终位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地区人民福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要进一步激发区内的活力，释放潜力，那么习近平擘画的愿景目标是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为此给出的行动倡议是以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作为指引，来早日建成高水平亚太自由贸易区。那我们也看到这些年尽管反全球化、反贸易自由化力封城市，但是呢，亚太区内却正在成为全世界自由贸易的新高地。那么就在明年 RCEP 协议就将启动实施， RCEP 成员包括东盟10国以及中日韩澳新5国，他们呢都是 APEC 的成员。中国也已正式申请加入到 CPTPP， 那么 CPTPP 多数成员也和 APEC 重合。APEC 集纳了全世界前3大经济体，在中方以及其他成员体的共同推动之下，那未来 APEC 如果能够达成共识，建成高水平的亚太自贸区，那么整个亚太区的增长前景无疑更加令人期待。所以习近平特别强调，开放是亚太合作的生命线。那么中国作为 APEC 的重要成员，就像中国最高领导人这些年所反复重申的，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少数国家掀起的对抗、排他与脱钩的逆流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亚太也是注定没有市场的。对这次 APEC 会议，外媒的一个普遍关注是中美元首同场发言。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前瞻吗？你的观察很敏锐，那么这确实是外媒的一个普遍的关注点。今天路透社发自惠灵顿的电稿说，中美元首将就贸易与新冠疫后复苏议题向与会的 APEC 成员体领导人发表讲话。美联社今天发自惠灵顿的电稿则强调， APEC 领导人将共同会商为区内走出疫情危机、实现经济复苏探寻出路。但是呢，境外媒体对中美元首发言的特别关注，除了全球前2大经济体的这个分量和影响力，还有多重因素。那么现在外媒普遍预期，中美元首将会在下周1举行视频会晤，这是全球共同关注的大件事。路透社今天的电稿就特别使用了这样的一个表述 ：A much anticipated online summit 是各方高度期待的一次在线峰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连续3天被外媒记者问到峰会事宜，今天呢，汪文斌做出了正面回应，称中美双方正就元首会晤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那么更是把外媒的这种期待值拉满了。
同时呢，我也要强调，习近平今天在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讲话，也是呢中国当下最重要的政治议程6中全会落幕之后首次在国际多边舞台发声。因此呢，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重磅讲话也将成为全世界关注并把握大国航程方向和政策信号的一个重要窗口。习近平昨天在工商峰会主旨发言中强调，亚太不能也不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隔绝状态。这一表态被外媒竞相引述。我注意到，昨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再度喊话，称与中国在太平洋的竞争不一定会导致新冷战。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呢？2个月前，在与美国总统通电话时，中国元首提出了中美关系的世纪之问。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那么，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那么，正因为全世界最重要关系的重要性与外溢性，那么关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这次视频会晤将会谈什么，将会谈成什么。因此昨天习近平主旨讲话，重提冷战历史教训，外媒呢普遍反响强烈。英国《独立报》说，中国领导人就防止冷战警告亚太，而商业内参电子报的标题更是直接将相关的表述和视频峰会来关联。习近平 warns against a Cold War ahead of virtual meeting with Biden。习近平在与拜登视频会晤前警示防冷战。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冷战乃至新冷战成为西方舆论场乃至战略学界的一个热门议程，它的概念内涵就是限定于探讨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那么如果世纪之问有答卷，所谓新冷战一定就是全世界最不希望看到也最难承受的答卷。习近平说，以意识形态划线搞地缘政治的小圈子终究是没有前途的，那么搞对立割裂的新冷战就更加没有前途。可以这样说，在所谓新冷战议程上，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和则两利，斗则双输。沙利文的最新表态是在视频连线澳大利亚洛伊国际研究所答问时做出的，这是他不到1周之内再度就所谓新冷战发声。上周日，他刚刚在 CNN 专家型主播扎卡里亚的这个节目专访中强调，中美关系不是新冷战，称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希望呢和中国共存。但是呢，沙利文昨天对澳洲的再发声，较 CNN 专访的这个调门呢又高了几分。他虽然强调新冷战不是选项，但是呢，他还是以所谓的 stiff competition， 也就是激烈竞争来界定中美关系，强调美方寻求在经济、技术、价值观等多个维度在印太范围内和中国激烈竞争。那我之前呢在节目中也曾评论沙利文他的电视表态有信誉度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一次澳方提问者听了沙利文的回答之后，对所谓新冷战话题是更加揪心还是更加放心了。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为期2周的香港特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10月30日展开，11月12日结束。90个议席共接获154份提名表格，其中地区直选35份，功能界别68份，选举委员会界别51份。投票将于12月19日举行。如果154名参选人都能够通过资格审查，则90个议席都会有竞争，有的还十分激烈。比如功能组别方面，28个界别全部都有竞争。医疗卫生界的竞争最激烈，6人竞争1个议席，其次为教育界，5人竞逐1个议席。而在选委会界别，共有51名参选人角逐40个议席。我们再来关注中美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表示，目前中美双方正就元首会晤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元首会晤取得成功。拜登政府近日多次对中美关系进行表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前表示，美国将在经济和技术等多个方面同中国进行有力竞争，美中竞争没有理由变成冲突或对抗。对此，汪文斌指出，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既不符合两国关系的实际，也同美国对华政策自相矛盾。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中美元首会晤作出回应。汪文斌表示，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2次应约同拜登总统通电话，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联系。目前，中美双方正就元首会晤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元首会晤取得成功，引领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近期，拜登政府高官接连就中美关系表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一在 CNN 的专访中否认了中美之间所谓新冷战的说法，并强调美方不打算改变中国体制，而是寻求与中国共存。周四，沙利文在面向澳大利亚一家智库的讲话中表示，美国将在经济和技术等多个方面同中国进行有力竞争，并且捍卫自身的价值观。但是美方也认识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将成为国际体系当中的一个要素，美中竞争没有理由变成冲突或者是对抗。汪文斌回应称，国际关系当中存在一定的竞争，但应该是在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基础上的良性竞争。我们反对把自家规则当国际规则，强迫别国遵守的不公平竞争，反对以竞争为名损害别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的不正当竞争，反对打着竞争旗号限制别国发展、剥夺他国正当权益的不道德竞争。汪文斌强调，中美既有分歧，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既不符合两国关系的实际，也同美国对华政策自相矛盾。外界注意到，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也存在说一套做一套的状况。虽然一直否认所谓新冷战的说法，但在具体措施上，拜登政府展现的却是对立和竞争的姿态。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当地时间周四签署了安全设备法，将防止华为、中兴通讯等被美国视为安全威胁的公司获得美国监管机构的新设备许可证。在新法下，如果任何设备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不再审查或批准相关授权申请。FCC 专员卡尔指出，委员会自2018年以来已批准了3000多项来自华为的申请。他认为新法将有助于确保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公司的不安全设备无法再插入美国的通信网络。为了对中国通信设备公司进行围追堵截，2015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司使用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制造的电信设备，并将华为公司列入了贸易黑名单。今年3月，根据2019年安全和可信通信网络法 ，FCC 宣布将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5家中企列入黑名单，但上述规定仅适用于使用联邦资金购买的设备。如果用民间资金或非联邦政府资金购买相关企业设备，该设备仍可使用。路透社指，新签署的安全设备法旨在堵住这一漏洞，不让任何华为和中兴等所谓中国政府支持的公司的设备进入美国的电信网络。根据这个新的规则的话，那不管你是来源是什么样的资金，只要是被纳入黑名单当中，那么你就要被美国的整个的一个电信的设备的网络，整个的网络都得剔除之外，那也就是说是禁绝了这5家公司的这些设备可以进入美国电信的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当中去，所以它肯定是有一个升级的在里面。实际上，在中美关系中很难对合作视而不见。当地时间周3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前往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谈论当前美国的通胀问题和基建计划。在拜登演讲的背景里，巨型起重机正从货轮上卸下集装箱，而这4台起重机上上海振华重工6个汉字赫然可见。这几台起重机对巴尔的摩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巴尔的摩太阳报介绍，这4台新巴拿马式起重机可以让码头工人同时卸下2艘更大更宽的集装箱船，堪称港口扩建扩产计划中的重要一步。耐人寻味的是，当地媒体肯定了这4台起重机的作用，但却刻意回避了上海振华的名字。更加掩耳盗铃的是，在拜登演讲时，美方还试图用美国国旗来遮挡上海振华几个字。
事实上，拜登不是第一位站在中国起重机前发表演讲的美国总统。他的老搭档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曾在2013年前往迈阿密港口就美国制造发表演讲。当时奥巴马还努力激励美国人，希望美国人多用美国产品。然而，奥巴马演讲现场背后的起重机也写着字母 ZPMC 和振华的字样。那其实中美在基础设施合作这一方面，它其实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合作空间的。但是，那你就要看美国到底是怎么去看待它。如果你不断的把国家安全概念不断的去泛化，那中美在这方面的合作空间就比较小。那比如说这个事情上，它一定要绕开中国，那也是取决于美国它自身的。但事实上，其实中国在这方面其实可以在很多方面，我觉得是可以起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补充的。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两党的激烈博弈也有可能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拜登和他所代表的民主党人现在正面临艰巨的选情。弗吉尼亚州的失守已经吹响了共和党人反攻的号角。被拜登击败的特朗普最近公开挑衅称，2022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极可能夺回对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紧接着就是拜登时代的终结。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发布了对特朗普的独家采访。特朗普宣称，拜登政府采用错误的方式应对中国，显得美国如此软弱。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大部分战略上，拜登仍然延续的是特朗普的对抗政策。美国这个内部已经有点魔怔了，就是基本上。反正是如果是涉及到中美关系，那就是说越强硬越好。所以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那当然会对中美关系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干扰和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你不管是任何场合下，你的高官也好，包括你推出的立法和政策也好，都是以这样的一种政治正确来衡量的话，那中美关系就很难回到正轨上面来。近来，美方一些政客在台湾问题上小动作不断，蚕食一个中国原则，令中国人民极为愤慨。党的19届六中全会公报在台湾问题上首次提出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新华时评指出，这是向全世界发出明确而坚定的信号，一切同中国统一大势相对抗的冒险和挑衅行径，如同蚍蜉撼树，注定以失败告终。与2019年党的19届四中全会公报以及2020年党的19届五中全会公报相比，此次党的19届六中全会公报涉港澳台内容有了新的论述。在港澳特区问题上，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首次出现在公报中。在台湾问题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以及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也是首次出现。新华国际时评周五发表题为“绝不容许在台湾问题上打擦边球”的文章中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向全世界发出的明确而坚定的信号。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一切同中国统一大势相对抗的冒险和挑衅行径，如同蚍蜉撼树，注定以失败告终。人民日报终生评论则直接点名美国，评论指出，美国一些政客总是无法克制在台湾问题上散布错误言论、颠倒黑白的冲动。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美方必须明白，民进党当局赤裸裸地贩卖两国论，与外部势力加紧勾连，不断进行台独挑衅，这是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台海和平稳定风险升高的根源。美方应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谨言慎行，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近来，美方频密炒作台湾问题，变本加厉打台湾牌，不断冲击一个中国原则底线。本周，多名美国会议员搭乘军机窜访台湾。随着更多消息被披露，这些美国议员的身份和他们在台湾的活动轨迹逐渐清晰。据港台媒体报道，此次窜访台湾的美国代表团中有6名参众议员，几乎都曾插手台湾事务，有些人还特别活跃，例如带队人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尼。科尼最为中国民众熟悉的一次神操作是今年8月，他发布一条推文，声称美国在台驻军3万多人，一时间引发轩然大波。在批评和质疑声中，科尼后来删除推文。而就在上周，科尼还刚提出所谓台湾组合法案，内容包括每年拨款20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强化台湾防卫能力。
特别值得关注的动向是，这次柯尼等人除了与蔡英文见面，更直接进入了台防务部门，与官员会晤约1小时后离开。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亲自接待，并向访问团成员说明解放军所谓对台威胁，以及台湾在印太战略里的重要性。台湾 TVBS 新闻网称，此次是有记录以来首次有美国国会成员进入台防务部门。联合报援引消息人士说法，美国访问团此行并非单纯议员来台交流，而是有其他业务相当敏感，多聚焦防务与印太区域安全。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美国会议员直接进入台防务部门去听简报，这种突破是民进党当局企图向外界传递一个错误信号，即台湾能够接受美国的指令去做美国希望他做的事情。这些都是一些政治讯号，而这些政治讯号，你站在大陆角度来讲，这叫做一种挑衅；可是站在美国跟台湾来讲，就是说我要向你证明，我背后有美国，美国也可以需要台湾。所以简单的就是一个美国跟民进党政府结合了一个算是非常彼此信任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关系。有美国问题专家提醒，此次窜访台湾的几名议员背后的经济和利益因素十分明显，其中柯尼背后有相当强大的军火商利益集团，这在美国政坛几乎众所周知。他长期从军事的角度操纵台湾议题，属于典型的受军工利益驱动的美国政客。此外，窜访团中参议员特博维尔背后同样有较为明显的军工利益。众议员埃尔则在军工背景之外还关注科技事务，访台可能涉及台积电等议题。而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克拉波和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麦克里则在农业利益上和台湾有较密切联系。总的来说，几人访台背后都有选区利益的考量。上一次有美议员窜访台湾是今年6月6号，当时3名跨党派参议员搭乘美空军C-17运输机抵台。有观察认为，2次窜访表明美国国会与五角大楼在涉台问题上或已形成紧密配合。这2个部门比白宫更激进，他们串联干涉台湾事务，且日益常态化、机制化，给台海形势带来更大风险。据台防务部门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19年9月至2021年8月期间，共有618名美方人员因军事交流项目到访台湾，同期有542名台方人员访问美国，参与175个军事交流项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还表示，美国有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的承诺。张亚中在谈及此事时说，美国所谓的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并不是派兵，而是希望台湾买美国认为足够多的防御性武器，这背后同样是浓厚的军火商利益。民进党当局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权益，不惜与美军火商勾结，是把台湾老百姓推向火坑。美国怎么会爱台湾呢？美国是军火商，爱台湾的生意，爱台湾的钱呢。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台湾知不知道？民进党政府当然也知道，所以说呢就交保护费嘛。因为民进党也需要一个向大陆发出一个讯息，或者台湾老百姓一个大内宣，说美国在必要时候会来保护台湾的。所以双方面是各取所需，但是各取所需最大的获益者谁？最大的获益者当然就是美国的军火商跟美国这些地方的从政的党员嘛。那最大的伤害是谁？最大伤害就是台湾老百姓啊。随着美议员密访台防务部门的行程传出，岛内民众颇为愤怒。有人一针见血表示，这是外国势力介入；还有网友质疑，这还不是卖台吗？美国又要卖什么贵死人的垃圾给台湾？张亚中说，台湾老百姓正在逐渐认清一个处境，美国不会真的将台湾利益放在优先位置。民进党当局操弄两岸局势只是政治筹码，美国一些政客说的漂亮话也只能听听而已。他是讲给大陆听的，也讲给台湾的民进党听的，但是美国会不会落实？我张亚中是不相信，因为很简单，美国会为了台湾出兵，他的美国兵愿意死在台湾吗？不可能的嘛。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再骗了。那民进党的知不知道？民进党也知道啊，可是他需要这个东西啊。民进党就需要一个两岸的敌对的两岸关系，因为两岸的敌对关系对民进党来讲，它可以操纵什么？操纵抗中保台。所以台湾老百姓必须要认清楚自己的处境，这是非常重要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中美双方在格拉斯哥气候变化会议期间发表了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但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签署了所谓的安全设备法，将中国的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那么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一番操作呢？
中美双方近期的互动非常的频繁，构成了当下国际关系中最为关键的大国关系。中美元首通话的时候，习近平主席用了一句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美关系可能就是处在这么一个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的转折点上。中美关系不仅回不到过去了，而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或者说是国际关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国政治的时刻。从根本上来说，中美关系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是深度的相互嵌套的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使命就在于塑造和构建新的全球文明的形态，以顺应人类社会技术发展的潮流，与人类共同的地球生态协同演化。这是中美关系的世界历史使命和责任。如果中美不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威胁到的不仅是两国人民的福祉，而是全人类的利益和福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气候变化合作意味着中美两国迈出了坚实有力的一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合作大于分歧。两国气候变化特使在今年4月份举行会谈之后，经过30多轮的艰苦的谈判，在格拉斯哥全球气变会议期间发表了新的联合宣言，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赞赏，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惊喜，给略显悲观的格拉斯哥会议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期待。通过双方共同的努力，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合作的公约数，做大合作的增量，管控分歧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的经验。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就在于彼此是利害攸关的共同体，中方通过扩大合作面来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而拜登政府似乎愿意将合作、竞争进行分割，所谓的竞争、合作、对抗的三位一体。一方面，拜登政府没有改变前任政府对华政策的认知和基本的政策，我们甚至可以说，拜登主义是更加灵巧的特朗普主义。在产业、科技和投资等更具有排他性的领域，拜登将有关的法律进行了升级，试图在中美之间形成产业和技术的脱钩。另外一方面，在贸易，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时期蛮横加征的关税，拜登有意进行微调，原因就在于美国的通胀率急剧上升，供应链中断危机已经影响到了美国民众的生活，可以说中美关系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日常生活的相互依赖。拜登上台近10个月，对华认知悄然发生了变化，从激烈竞争到负责任竞争，再到现在的持久共存。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的韧性还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很难改变美国对华政策，但是无需闻风起舞。从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出发，以时间换空间，以持久战的耐心和游击战的灵活推动和塑造中美关系。据媒体披露说，窜访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进入台湾防务部门，那么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吗？几名美国国会议员搭乘美国军机抵达台湾，至于这几位议员到底干了些什么，这几天港台的媒体披露了不少的信息，窜访台湾的议员行程也逐渐清晰起来。这些议员不仅见了蔡英文，还跑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听取解放军威慑台海的简报。对于美国议员的行程，美台官方一直没有清晰的回应，越是遮掩，越是心虚的表现。美国的议员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听简报，台湾连美国的棋子都算不上了。最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怪论频出，说法不一，归结起来就是在保证太平洋两岸中美关系不失火的前提下，在台海两岸煽风点火。美国对华关系的基调在调整，在中美两国元首推动下，两国关系的基调趋同，合作面在扩大，管控危机和分歧，也就是要保持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说，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而是要与中国共存，不是采取遏制或者新冷战的方式。这一表态其实是扭转了去年7月23日蓬佩奥发表的新冷战宣言的观点。与中国共存也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全面调整，而是缩小中美竞争和对抗面，集中打台湾牌，
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美国国会更是打台湾牌的先锋，窜访台湾的国会议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共和党议员。美国国内的极化政治似乎给了美国打台湾牌提供了更多的借口。五角大楼和国务院认为这是国会的代表团，他们管不了。五角大楼把议员运到了台湾，行政分支在外交问题上的权力似乎是被侵蚀掉了。其实这是白宫转移视线，纵容共和党的极右翼。另外，这些议员基本算是军工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打台湾牌可不只是为了刷个存在感，还得向台湾出售武器，充当推销员。这些议员也可以从中获得金钱的利益以及军工利益集团的支持。美国打台湾牌榨取台湾价值，就像吸血鬼一样。为了避免台湾牌作废，美国的底线就是防止中美关系失控。但问题就在于，台海两岸如果起火，谁能保证火不会烧到太平洋两岸呢？还是要回到正轨和正道上吧，保持台海战略稳定与和平，符合台海两岸以及太平洋两岸的利益。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为海狼级核潜艇康涅狄格号撞击事故余波未了，潜艇制造环节又被曝存在纰漏。有冶金学家承认，在过去30几年里，一直伪造美国海军潜艇钢材的强度测试结果。造假材料对美军潜艇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一情况和日前美核潜艇南海事故存在联系吗？刚刚完成6个月维修保养，正在海上进行测试的尼米兹号航母被爆出核动力装置存在轻微材料缺陷问题。专家为何推断核动力装置的材料缺陷问题并没有那么轻描淡写？赵宗秀节目关键。腰腿酸痛，精神不振，夜尿频多，是不是肾透支了？汇仁肾宝片有营养或人参等中药，温阳补肾，肾透支了试试肾宝片。他好，我也好。身体出现的小信号可能在提醒你，骨量达到峰值后可能开始下滑。盖尔奇每天1粒600毫克钙，配比维 D3，补充流失的钙，更有金盖尔奇碳酸钙维 D3元素片4，适合中老年人。腰腿酸痛，精神不振，夜尿频多，是不是肾透支了？汇仁肾宝片有营养或人参等中药，温阳补肾，肾透支了试试肾宝片。他好，我也好。怎么不走啊？走啊！益达嚼出我的范儿。腰腿酸痛，精神不振，肾透支了试试肾宝片。好苦啊！谁家的6味地黄丸这么苦？是汇仁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土生土长，良药苦口，滋阴补肾，认准红标汇仁牌。直播港澳台由东鹏灵堂冠名播出，东鹏灵堂无糖型能量饮料。东鹏灵堂无糖型能量饮料。欢迎回来，直播港澳台栏目由东鹏灵堂冠名播出，东鹏灵堂无糖型能量饮料。美国海狼级核潜艇康涅狄格号撞击事故余波未了，又爆出潜艇制造环节存在纰漏。美国华盛顿州一名冶金学家日前承认，在过去的30几年里，他一直在伪造美国海军潜艇钢材的强度测试结果。造假材料对美军潜艇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与此同时，又有美媒爆料，美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的推进装置也出现材料缺陷问题。这些隐患对美军舰艇质量有多大危害？来看报道。美国海军时报报道，刚刚完成6个月的维修保养，正在海上进行测试的尼米兹号航母，周日在美国西海岸附近水域作业时，发现其核动力装置有轻微的材料缺陷。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哈勒尔在声明中表示，舰员们采取行动解决了材料缺陷的问题，航母现已返回港口。声明还称，这一缺陷不会对舰船、推进装置、舰员或是环境构成危险，但拒绝透露该航母核动力
力装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航母将在下一个航行期之前进行全面的评估，并进行任何必要的维修。观察指，根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的报道，尼米兹号航母出海的第2天就出现问题，被迫中断海试返回港口。由此推断，核动力装置的材料缺陷问题恐怕并没那么轻描淡写。通常而言，美国核航母在为期6个月的短期保养期间，不会对核反应堆大动手术。尼米兹号的核动力装置出现的材料缺陷，多半不是这次保养造成的，而是它自身长期存在的隐患。作为当前美国服役时间最长的超级航母，尼米兹号已经在海上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最近的一次部署持续了11个月，创造了该舰最长海上部署记录。因此不排除是超期部署导致老化的核动力装置出现问题，也有可能是该航母的核反应堆本身就有材料缺陷。如果是后者，对美国海军的影响更大，它意味着当前10艘尼米兹级航母都存在类似隐患。事实上，美国海军舰艇的材料质量问题由来已久。一名专门为美国海军核潜艇冶炼钢材的专家近日认罪，承认他在为美国海军工作时，一直在海军核潜艇所用钢材的强度测试报告上造假，时间持续超过30年。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名承认造假的专家伊莱恩·托马斯现年67岁，曾在华盛顿州塔克马市一家铸造厂担任冶金主管。该铸造厂向海军承包商电艇制造公司和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供应钢材铸件，用于制造潜艇壳体。托马斯的认罪协议显示，他于1985年至2017年间至少伪造了240批次钢材产品的强度和韧性检测结果，约占这家铸造厂为美国海军供货的1半。但其律师在提交法院的声明中解释称，被告伪造钢材数据并非出于个人利益，也无意给劣质产品放行，只是因为他认为海军要求把检测温度设在-73.3摄氏度很愚蠢。声明同时辩解称，政府经检测最后也没发现任何潜艇的结构完整性受到实际破坏。外界注意到，对于托马斯伪造钢材数据的行为，美国当地司法部门有意从轻发落，预计他将被处以100万美元的罚款以及最高10年监禁。不过，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撰稿人之一、退役海军潜艇艇员亚伦·阿米科认为，托马斯此举性质相当恶劣，会将全体美国海军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因为他检测的目的应当是判断钢材能否承受撞击或者适应特定的战时场景，防止在战场上出现问题。 I think that's terrible. She was basically passing steel that had failed under extreme conditions. And I think that's really sad. It put people at risk, really puts a whole new perspective on my career. Because every time we go to test depth, it's a little bit tense. It's not as often as you may think, but it's certainly something that happens. And it's shocking that someone we trusted in the chain of custody would do something like this. 有观察认为，10月在南海水下航行时发生碰撞事故的美军海狼级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其受伤严重程度不排除与钢材质量隐患有一定的关系。由于海狼级的核潜艇是在这个美国造假的这个数据范围之内这个期限，所以它所使用的这些钢材呢，应该说有不合格的成分。但是它的下潜深度，我们说极限深度是600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南海这一地区的水深没有达到，温度也不会超过-73度。但是撞击的程度是和它所使用的材料有关的。大体上的话，应该说有影响，但是影响呢不是太大。